算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我特爱吃大蒜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来做一个大蒜味特浓的大蒜餐包。周末洗地砖，整个错估了工作量。我们家呢，应该有10年没洗了，最后洗了整整2天2夜才完工，我手酸到整个举不起来。所以呢，就来分享懒人轻松的面包食谱吧。那我现在先把材料称一称。餐包用到的都是常备食材，高筋面粉中加入酵母、砂糖、盐、水、牛奶跟全蛋，搅拌均匀。今天是免揉面包的做法。很多人觉得免揉只适合欧式面包，但今天这个方法会让你改观哦！不用揉面也可以做出超松软、会牵丝的餐包。面团成团之后，移到桌面上。第一个诀窍，这时候面团很黏，我也不想要沾得满手都是，所以呢，用刮板把面团切成几个大块，然后上下互换位置。在搅拌盆的时候，几乎都是绕圈圈的搅拌嘛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帮助面团上下材料混合得更均匀。做个4到5次，盖着静置20分钟，让面团自我水解，形成初步的面筋。静置后，再加入室温的奶油跟切碎的大蒜。奶油呢要软软的，才好跟面团揉合。第二个诀窍，怎么开始揉面啦？毕竟自己不动手，奶油呢也不会跑进面团里。但我答应你，这个步骤是唯一呢会需要揉面的地方，而且呢大概只要揉1分钟就好，或是直到看不见奶油为止。撒点面粉，接下来是本次的技巧——法式甩面 （French fold）。一边甩面团，一边把面团对折。如果呢觉得面团还是太黏，再加点手粉没关系。甩面呢大概甩个20到30次，这个方式是代替揉面，但比揉面更省力，而且超级舒压的。甩完呢，面团还是很黏，正常的，没关系。把面团呢整理成圆形，方式是一边延长，一边往中心折。放入发酵盆，别忘了要沾点手粉，把手上还有刮板残留的面团搓一搓，再加回去面团上面，不然会损失蛮多材料的。盖上湿布，总共发酵2个小时。第三个诀窍，面对免揉面团呢，就是要跟时间合作才会省力。发酵的时间呢比平常久。发酵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把面团取出来，再甩个20到30次。你可以发现呢，面团这时候更不粘手，更好操作了，几乎呢不太需要手粉。甩完之后放回去，继续发酵。排气，把面团取出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免揉的面团呢，我们其实没什么揉，就大部分是用翻面的手法，让它呢就是自己发展，还有长时间的发酵，让它的面筋自己发展。所以大概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拿出来，可以再稍微翻面一下，让它呢整个的面团的组织更强韧一点。你可以看到翻过几次之后，其实面团整个手感啊，还有它的弹性啊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也没有那么粘手。现在来分割。分割每个面团45克，这食谱可以做15个。第4个秘诀，整形的小技巧，沾一点点手粉。
整形前、整形后差很多。再一次拉长点，这有帮助它也是面筋形成。因为今天免揉面团嘛，所以面团就是面筋的强度都比较低，所以我们就尽量在不同的阶段帮它增加它的面筋的强度。所以跟平常单纯滚圆不太一样，我们多了一个延展再折到中间这个动作，也是一个翻面的动作的一种。所以这样整完形，它就会变得更立体一点，可以看到滚圆的 slow motion 版。每次看到我胖胖短短的手指，都觉得好羞愧哦。剩下的快速带过。滚圆结束。烤盘记得要铺烘焙纸哦。我的大小呢是1/4盘，33乘以24公分。放进烤盘之前呢，会再滚圆一次，让面团更紧实一点，这样发完呢，它更立体。最后发酵约40到50分钟。第5个秘诀。等待期间，一起来做大蒜味特浓的大蒜奶油酱吧。同样都是1半大蒜，处理的方式不一样，猜猜哪一个蒜味最浓？答案呢是用磨的大蒜泥。大蒜呢很妙，只有当它的组织被破坏的时候，才会启动一个化学变化，转成蒜素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蒜味。那破坏的程度越强，蒜味呢就越浓郁。所以如果跟我一样热爱大蒜的话，就用磨泥的；还好的话呢，就用切碎的。另外一个关键食材是帕玛森 cheese， 有加真的比较好吃哦。这是好吃的大蒜奶油酱的秘密食材。给它磨个2大匙。喜欢 cheese 的人，其实呢还可以在面包入炉之前，在表面撒上 cheese 丝，提供另外一种变化。今天的大蒜奶油酱，奶油跟大蒜的比例是2:1，再加上干燥的巴西里粉，也可以用新鲜的巴西里切碎，酱汁呢会变得很绿。最后用盐、胡椒调味，搅拌均匀结束。那你可以呢做 double 分量，如果你煎牛排啊，或者是烤马铃薯呢，再加一点大蒜奶油酱会特别好吃。装在挤花袋内，等等使用。面团发完了哦，圆圆胖胖的，好可爱。发到呢，它们碰到彼此。入炉之前，你可以呢擦上蛋液或牛奶，或什么都不擦，裸烤，看你。手法要轻一点，这时候它们很 Q 很软。在中心画一刀，如果呢会粘刀的话，沾点面粉会比较好画。挤入1小条的大蒜奶油，以180度烤7分钟。中心呢有奶油的部分会帮助面包打开，增加它的表面积。这时候再挤入更多的酱料。2次挤料呢，是我们研发大蒜面包之后领会到如何让大蒜味特浓的一个方法。再烤15到18分钟，直到表面呢侧边都上色，整体时间大概是23到25分钟。出炉趁热，可以刷上一点融化奶油，会更香。拉着烘焙纸出炉，因为待在烤盘太久的话，面包的水汽无法排出，会让它表面变皱皱的。哎，好酸哦！噔噔，大蒜奶油餐包出炉。免揉面包真的可以很松软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织。哇，的确可以牵丝。再撕一个给你看。真的很松软，压下去呢也会完全回弹哦。
那个大蒜奶油酱都渗透在面包中心了，自己做呢就是真材实料。口感的话，我觉得跟之前分享手揉餐包最大的差别就是经过手揉，面包会吃起来有一种嚼劲，比较 Q 一点。免揉的话呢，就单纯很有空气感。还觉得不够蒜的话呢，吃之前可以再抹一点大蒜奶油，那要记得漱口之后再出门。最后来说说保存方法，一整盘吃不完的话，先切好再装袋。面包呢，在室温可以保存2天，更久的话就冷冻保存。要吃几个就退冰几个，就很方便。好的，今天分享了免揉面包的做法跟一些小技巧，还有如何做出很赞很蒜的大蒜奶油酱。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机器哦，一次呢可以烤一大盘丰盛出炉。本期献给身体累、心累但尚有一丝面包魂的巧手们。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，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